前面我们跟各位介绍2件与我国有关的这个涉外民事事件，或称国际司法案例。通常我们学理上面称为国际司法案例，但是我们的法院实务呢称为涉外民事事件。所以涉外民事事件跟国际司法的案例呢，基本上是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刚刚跟各位介绍完2件案例，大致上跟各位说明了一下它会牵涉到的这个法律问题。再来我们要跟各位说明的是，那了解这一种跨国的涉外民事事件，它所会牵涉的基础法律问题呢，就学理上面跟实务上面来讲，第一个叫做国际裁判管辖，就是管辖权的问题。那第二个叫准据法的问题，第三个就是外国裁判的承认与执行问题。所以我们刚刚第一个婚约的案例，我们在事实的部分说明完毕以后，我们有问各位说，他可以起诉的国家，或者说他应该起诉的国家是哪一个国家？是我国还是日本？这个就是管辖权的问题。那如果在我国起诉的话，后面大概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在日本起诉的话，那后面大概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所以现在这一种涉外民事事件，它跟国内的民事案件一样，诉讼的开始呢是由原告所开始提起的。这个时候他就要选择要在哪一个国家的法院起诉。那站在法院的立场，如果原告到我这边来起诉的话，那这个案子我该不该受理？这个就是那这个国家的法院有没有国际裁判管辖权的问题。所以先程序后实体。程序问题呢，就是指这个诉讼要件有没有具备、有没有欠缺的问题。国际裁判管辖呢，对法院来讲，在涉外民事事件里面，可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诉讼要件。所以诉讼要件如果有欠缺，也就是法院如果没有管辖权的话，代表这个程序是不合法的。程序不合法的话，理论上面法院就不应该为实体审理，更不应该为实体判决。所以如果诉讼要件有欠缺，法院误为实体审理又误为实体判决的话，这个判决呢是一个有瑕疵的判决。我们刚才说过了，就法院的诉讼要件来讲，国际裁判管辖是涉外民事事件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诉讼要件之一。所以先程序有了国际裁判管辖权，表示说我可以实体审理这个案件。这个时候先程序后实体，有管辖以后再来实体审理。在我国，我们后面会跟各位说明，在我国呢，是我们的法院不能够直接用我国的民商实体法来作为判决的基础，它必须要先依照国际司法，也就是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来选择一个准据法。而这个准据法呢，是适用在当事人之间实体的法律关系上面。所以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婚约它是否成立，那婚约它的效力，解除婚约是否可以请求财产及精神上面的损害赔偿，那这个准据法就是看是要选择我国法还是日本法。如果选择是我国法的话，那就是婚约是规定在民法，那民法它解除婚约的法律效果就是财产上面跟精神上面的损害赔偿。可是准据法如果去选到日本法的话，日本的民法跟国际司法都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规定。好，这就是我们刚刚在讲第一个案例的时候
所提到的问题。那第三个分野是外国裁判的承认与执行，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第一个例子跟第二个例子都跟各位提到的，法院最后做实体判决，可是却不能够在法庭帝国、法院帝国就直接强制执行的时候，你必须要拿着法庭帝国的确定判决到被告的住所帝国或财产所在帝国去申请这个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那这个时候呢，等于就会有另外一个风险，那就是这个外国法院它是不是承认你本国的实体判决啊？所以以上呢，这个是现代国际司法学或者说涉外民事事件，不管从理论到实务，在大陆法系国家跟美系国家都没有争论的，就是会有这个固有的三个分野，从理论到实务都有。第一个管辖权的问题，第二个选法的问题，然后再看这个是否可以在法庭帝国强制执行。那这个会牵涉到第三个，就是外国裁判的承认与执行的问题。以下我们会针对这三个分野它的基础理论来跟各位做说明。